因为大部分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年轻人要贷款，搞到破产一帮的边缘来装配自己啊，他有时候只是对他们而言呢是一个进入某个群体的一个最低的，就是咱们说高配。实际上对人家来说是标配，它是标配，没有就根本不算人。就有点像什么？我觉得这整个消费主义流行之后就很流行嘛。中国20年前还没有，比如说信用卡的使用习惯或怎么样，那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贷款。当信用卡这个东西一出现的时候，其实在世界各地逐步流行的时候，各地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所以曾经有人说，信用卡是什么？信用卡是一张薄薄的塑料片。一手摧毁了资本主义的新教精神，这个资本主义新教精神叫积极工作，然后要节俭，他把这个完全摧毁掉。你比如说，你看日本哪怕在今天大家觉得经济不好的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啊，就尽管这种数目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多，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是倾家荡产的，为了要维持一个基本的门面。我想起以前日本的这些我认识一些白领上班族，就很可怜。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泡沫经济之前的时候，都要买漂亮的高尔夫球杆，要准备一套配备。为什么呢？因为曾经一度在日本那种公司文化、会社文化，打高尔夫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最重要是陪客户或者陪老板。很可能你今天是个小职员，你一辈子都还没进过高尔夫球场，但你要准备，万一有天社长要去打球、交易、社交，我要被叫去，我该怎么办？然后还要配备，再叫苦练，然后开始同事们比较你的这个高尔夫球杆是哪个厂牌的，哪个怎么样，然后再来讲就是你装球杆的这个袋子，你的高尔夫球的鞋子、你的裤子、你的衣服，那么变成的是一个不断的提高的门槛，那整个标准不断提高。我觉得今天很多孩子。他比如说一定要买苹果手机，一定要怎么样？其实这都是一个他觉得大家吃饭手机来摆在桌上，你那个拿不拿得出来，这是个标配问题。对，所以为了这个，就是他是要让别人认同。你说的真是特别好，就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你说这个信用卡，你看我们团队都有那个90后的哈，就是我现在发现这是个问题，就是他现在有的感觉是什么？不是他想花这么多钱。他跟我讲的是，哎呀，这怎么办？我一个月花了3万块钱，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就是他不知道怎么花的。后来他就找理由，他就说啊，现在的这个支付手段太罪恶了。你说的是信用卡，你知道现在各种莫名其妙的那个软件啊，对啊，他滋溜一下，他说，而且尤其是刷脸的那种，刷脸的是最可怕的。对，突噜就走了。而且呢，在这个各种网购平台上。你知道，就是跟拿现钱出来的那个困难程度可真不一样。你那个就凑一下，越来越方便，越来越，我就觉得这东西你已经有点成瘾了吧？包括那个借钱的各种各样的贷，有合法的，有不合法的，反正就是前些年不是出那个裸贷，那不就政府整治吗？假如咱们把这个定位为一种 hold 不住的瘾的话。会带来人家破人亡的话啊，家破人穷吧？那么是不是？哎，不是，就是，但是你怎么管人的这个欲望？就是现代科技的骗局在于，我给了你更多的自由吧，但是你也更多的处在了牢笼之中。你以为你是自由的吗？你现在就完全你像我们那个团队那小孩，他不知道啊。蹭，最后上个星期我都发现我那个手机费怎么突然间1000多块钱了，哎呦，我还挺较真儿，打电话打什么 iTunes 什么，我就闹不清楚。你知道这个手机平台说这个啊，你这个费用是属于这个苹果那个 iTunes， 你打电话，然后苹果 iTunes， 然后你叫什么身份证什么一堆，这一查哦，最后说你是不是就听了一个音频平台一个人老师的这个讲课。哦，那个课程400多块钱，就吴世红老师那个。我那没有，我那199啊，只有，不是还有文道老师的是吧？我一下蹭一下，就是这是你不知道的。然后我接着发现了好几个，每个月扣我58块钱，每个月扣我68块钱，都是我不太会使用，用过一次他就月都给你这么弄。对，当然。所以我就了解这个小孩说的了。对，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消费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消费很方便。这是一方面，所有的技术不断的让你给钱的这个流程方便，变得方便了。对，变得方便了。另一方面是什么？我们现在欲望是要求的是及时满足，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延时的机会。对，
就比如说你以前你要买个车，或者说再古老一点衣服要做的时候，整个消费我给了钱到拿到东西，整个流程是复杂的，那是一个你所有的满足是延时的。可是问题是现在我们要的满足感是即刻的，而且那个即刻甚至不是说我要快递这个东西很快到我家，而是我买的这下单按钮刷脸的这一刻的满足感，比它实际送到我手上的满足感还要大。所以那个满足感是不断的被压缩那个时间。所以当你一再追求这种即时满足的时候，我们刚才说那种负债啊什么那个情况只会更严重。刚才讲的东西呢，其实都在讲，就是一个人想寻求就是一种认可。比如刚才讲的一个人想寻求集体的认可，我们讲的一个这个群体，它有个标配的门槛，比方讲的高尔夫球杆是吧？那像刚才你讲的，就比方说给蒋方舟同款，就是其实这意味着都是我不知道我是谁，是吧？我要通过认同了蒋方舟，就是我就成为这个好像就是成为蒋方舟或者这样的跟你有点连接，或者刚才讲的也是说我要获得群体的认可，要怎么样。那我想确实互联网就是极大的带动了这一点，因为过去我们讲这个媒体的宣传、电视啊什么的，就可能我就没有像互联网构建了一个同一个平台啊。现在所有人都在共享互联网这一个平台，可能这里面确实形成了这一部分，我觉得在加强。但你们听的时候，我就不断在想我身边有哪个人，就包括我的公司里头，就是有很多90后的小孩是吧？他们有很多有谁因为这样子会变得很窘迫吗？会变得很糟糕吗？那说实话，我还身边真举不出来。可能你的也是另一种真相。对，我现在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谈论的话题啊，也许是媒体制造出来的伪话题，也有可能。比如每个年轻人都在破产，对，每个年轻人都在破产，大家就是这种比较耸动嘛，聊这个觉得比较所谓贩卖焦虑嘛，对吧？实际上是不是有这种现象？是不是大部分人还是过着比较平实的生活？我觉得大部分人，比方我们公司那小孩他们有很多就是那个90后的那些共同特点，各种比方说丧啊，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而且同时都比较有自我，是吧？动不动就可以辞职，跟我们以往真的是不太一样。但是我以我的评估，我觉得他们活得还好好的，大部分人活得好好的。但即便是他们，我也觉得挺够呛。我就是说，咱们比较了解的是这个北上广，大城市，确实啊，他挣个这个几千块钱到1万块钱的，我有时候替他想想，还真不够。对你真的，我觉得就是不够。你这个是不是应该全民提高工资，还是怎么着？就是因为你可以算嘛，你看你刚才讲快递，我那天录节目还说到一个事儿，就是实际上现在有的送快递的，他的月薪跟小白领是一样高，是的，但是呢，他方式不一样，反映了他们期待不一样。送快递的，他可能1个月就几百块钱租个那个群租房的床位，他忍那么几年，他想的是回老家盖房，他攒的钱。小白领还是想着在大城市生活，住的有尊严一点。对，他甚至可以每个月房租花到他收入的1/3。对，哎，这你说他花到1/3，而且呢，他还得健身吧？对，健身，当然这也是有的年轻人，我发现健身你跑步也不花钱呐，但是他要办个健身卡，一办呢要办个年卡。后来那天有个小姐姐跟我说为什么那一个要一定要办这个健身卡，一定要进健身房呢？因为呢，跑步呢不利于拍照，你在健身房呢，一般都是健身3分钟，拍照2小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我也得一分为二看问题了，对，就是确实健身房和你自己不一样。就是我身边有朋友，他以往自己健身，现在他去健身房，那健身房有健身教练，有很多指导。对，你再找个私教，我天哪！他当然私教确实会贵，但是真的是和你自己健身是不一样的。你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学，比方有人教你，你和你自学当然这很不一样。不，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说那个每个圈，您说的你公司里面见到的情况好像不完全是这样。我觉得真的它还跟行业圈层相关。我觉得在你们心理咨询这行干的年轻人，大概多半还比较正常，还好一点。我觉得比较惨的是什么？我见过那种是做那种媒体或者公关或者某些行业是对，尤其围绕了时尚生活方式，那个是最悲哀的。我认识那个买1万多块钱大衣的那孩子就是干这些的。对，他得出入这些，对吧？你想想看，他干这行。然后呢，他每天写的杂志的文章、公众号的东西，写的就是你看瞧人家
去了哪个什么塞舌尔上哪个别墅，然后每一天晚上$10,000怎么样怎么样，他每天过眼的都是这些，他身边的人都跟他聊这些，就是我觉得我们跟这种所谓的高级生活的那个距离感消失了。我那天还在想说，为什么现在人不爱看文学或者现实文学？你知道我小时候看文学的小说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看人怎么高级的活着，看人怎么高级的活着。我小时候喜欢看池莉的来来往往，就是说啊，他们在武汉是这样生活的。然后我还看完了郭敬明的《小时代3部曲》，看了2遍，就是看了2遍。就是你看一下，就是为了我们发出的笑声立马对你，就是为了看上海人是怎么生活的，那是什么牌子？但是其实你是只能靠脑补和想象，然后关上书，你又回到自己的生活里。但是现在他把你跟高档生活之间的那个距离感完全消失了，就是你不仅是在你不需要通过文字或者通过想象、通过脑补，你在屏幕上就可以看到，你不仅可以看到，而且你立刻点击，立刻就能获得。而且你还知道人郭敬明真的过上了这样的生活。对，但这时候我仍然要就反驳一下，你看就是到那咱们都和德麦打交道，是吧？就是当然这个我不知道，旅行社，你看他真的是高端旅行啊，特别是常去的都是有钱人，但是那些小孩儿，林总周围那些人，他们收入很一般，你说他们怎么办？我观察，他们那些小孩没有说我要跟这些人在一起，我也得过他们的生活，他们可能一年也就收入个10来万或者怎么样，是吧？但是而且他们服务的对象但都不太一样，是富人。吴老师，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旅行社，你服务富人，你就等于5星级酒店的员工。他不会就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酒店里面的私人管家，他不会渴望自己要跟那个被服务的亿万富豪要有个怎么比较，因为我是来服务人的。可是呢，做公众号的、做媒体的人不一样在哪？他是有权利的，因为他今天在告诉别人品味是什么，什么样的旅行才是最高级的旅行，什么样的穿法才是最有品味的穿法，就是他们这些人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没错，他还要决定品味，也就是说呢，他是有权利来告诉别人什么叫好生活，是你来跟随他指导，但是他自己买不起，他告诉别人你这一季该穿这个。比如我常看以前时装杂志那些小姑娘，我觉得好可怜，一天到晚说这一季所有时尚女性必备的5款包包。然后他每一款包他都买不起，那这是太吊诡了。所以其实我有一点认同吴老师，就是应该大部分人还是理性的，还 OK 的，应该大部分人还真不会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对吧？但是呢，至少可能偶尔干一下，他不会长期的一直都这么干。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标配是很现实的。说你别都嘴上讲的好听，我看那个调查，80%的女性就对于配偶的要求，你收入不能低于5000。而且呢，这个大多数的女性说，我要一男的啊，咱怎么着，咱结婚，要求婚前呢，你得有房，这个你说他不对吗？你可能换成美国人就觉得租房也行，对吧？对，现在但是咱们国家确实很现实，对吧？你一个女孩子说，我跟你结婚，你得有个房，我觉得太正当了，正当吗？我还好，我自己有房，所以你可以倒插门是吧？哎呀，对，那你还真这时候那个，那你有优势啊，对，那你有优势啊，所以我觉得很多这个优势对那个这个自我不太好的男人来讲，他要么过去是占你便宜，如果他什么都要不了和你在一起，是觉得自己自卑的不得了，然后就恨你比他强，所以这不叫什么优势，就好惨。所以我之前跟一个男生吃饭，就每次都是我花钱，然后就吃贵一点的都是我花钱，然后他还自夸说，你看我多跟其他中国男人不一样，我就讲究平权，所以每次吃贵太好了。这么过了1年，我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哎，你像她是自立自强自爱的女性了，对吧？就是你觉得你不在乎对方的收入？就我觉得，我有一天有一个女生跟我说，我就特别感同身受，就是说我们那么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有一天择偶的时候可以不用考虑对方的所谓条件。就是你这个其实是给自己解了一个镣铐，你知道吗？就是在择偶的时候，当你考虑太多的时候，你其实给自己加上不断加上镣铐，但这个镣铐是需要你自己解除的。所以这时候你看涉及到一个就是你的个人认识和这个文化的这个认识。基本上关于婚恋的研究都是这样说的。2种人最难找配偶，一种像你这样的优秀女性，一种是这个低层的这个男性。
它的难处在于找的太多，对，老是定不下来。因为房主不一样啊，他可能他不仅有钱，他有各种，他有魅力，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对，所以他变得不同。但是如果论统计上，确实是一直以来有这个社会期待，似乎男性都比女性高一点，而且以往很多研究都说男性的收入要比女性的要高3倍，这种就相对来讲比较稳定。但这个时候你会看见这些期待，这些很多东西可能也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刚才谈的时候，可能都存在着这个问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期待里头，在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所谓的标配、高配这些描绘里头，你的自我能否稳在那儿？这个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啊，咱们的这个生活越来越好了？对不对？但同时就是我们的父母想都不敢想啊！你现在说这些标配或者这些年轻人压力大，那至少你都穿上了，用上了。对呀，对吧？就是还是这个经济在发展，但是现在这经济在发展，不是灵魂跑到后头去了吗？就是他，所以我觉得要研究心理问题。真的，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啊，有2门，一个是哲学，一个是心理学。其实就是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啊，就是说得研究研究，好多东西啊，你不审视，你不研究，你就是个可怜的被骗者、被操纵者、被催眠者、被忽悠者，对吗？你比如说，我就讲一个实验，就是外国的一个叫 Neil 什么一个教授，100多个学生，他就做实验，然后呢，先告诉一部分的这个学生，就是低评价。就是说你的测试成绩非常差，就做了一个假模假式的测试，就是你测试成绩非常差，然后呢又带他们告诉他们啊，这是一个摄影师拍的这个照片啊，你们有这个购买，想不想购买？最后就发现呢，获得低评价的，就说你很差，你测试成绩很差的那部分学生，买这张照片的意欲远远高于那些测试成绩说你考得不错，就是你看他这个实验就说明。人在遇到挫折、挫败，的时候，反而比较容易买东西。需要填所以刚才看到就是那个窦老师，你看你刚讲的特别根本的事情，当一个人获得好的自我评价，他这个就是占有好条件的欲望，他就降低了，所以他在关系中他被认可了。而另外一种呢，当他评价特别低的时候，他就想去攀附那个好的条件，他会说：“你看我跟那个东西连在一起，我的自我因此变得更好。”所以刚才你看讲到，如果中国的这父母们想让自己的孩子不要动不动就玩这个高配人生，你要知道最好的高配就是爱，先好好。当然我们讲爱很抽象，就是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春节联欢会，就是那一些孩子们在唱歌跳舞，他说爱就是夸夸我，爱就是抱抱我，爱就是怎么样。你看，就是如果做父母的多抱抱你的孩子，多夸奖你的孩子，多给他们一些认可，这孩子他就获得了一个真正的高配。您的意思不是缺钱的问题，是缺爱的问题。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就是包括其实也缺快乐，因为刚刚那个文涛老师说的，我很能理解，就是当他购买那一刻，可能真的就是他人生当中的那个一天当中唯一快乐的时候。你想996下了班，然后一天的高潮，对，那就是因为他工作当中获得不了意义感和快乐感。然后还有一点，为什么觉得年轻人很多上一辈会觉得年轻人买很多所谓在他们看来无用的东西，而不买什么房子、车这一类看起来必须的东西，是因为他真的买不起。你就是说，好，一个女生每个月买5支口红，那就是1500块钱，然后1500块钱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快乐，但是1500块钱离买房还是很远的距离。所以在这种层面上，我是能够理解他们的这个。这就像我觉得我比我认识的很多老板朋友大方多了，或者说是就是大手大脚多了，就是因为反正也买不起人家那个别墅，你明白吗？我们就买2件衣服。你说这个我还真是，我最近都觉得我有一个瘾，我要戒，我真的要戒。但是从中呢，就可以体会到，就是说这个消费的快感，消费的欲。你比如说我买一个衣服的，这个是个小牌子，不是什么世界名牌啊，也不算太贵，但是买多了呢也不便宜。我呢原本就是我觉得我真正喜欢的是这个牌子啊，它这个纺织品。它这个棉和麻呀，纺织的这个质感和穿到皮肤上的这个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呢，最后就变成啊，我每一次回香港就得去一趟，哎呀，再忙也去一趟，我再站在他那个店里，
而且我最后我昨天晚上在床上发现我买了一大床。其实我想我就是买这些棉和麻，它就是做成了不同的款式。然后呢，哎呦，你知道我特别能体会那种感觉，就是我又买了几件呢，我觉得像吃了面包一样。真的就是觉得就是好满足，真的吗？这有些时候这是节目没做好，也不太开心，或者跟人怎么着发生不愉快了，我就去那儿，嗨，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啊，这沐浴在这个纯棉纯麻的那种气息的，你知道你讲什么吗？那个你无形中就可以被又要被精神分析一下。好，来分析一下，你讲的是母亲的怀抱。母亲，你看那种柔软的棉麻的那种感觉，是吧？就是你在寻找缺母爱，缺抚摸嘛。缺抚摸，真的，方舟，你真是太少了，多提供一点啊！我们回头就围着你摸。哎，他讲的对，哎呀，我谢谢你，你分析的真是特别好。你知道前一阵儿北京有一个展览，是西方的一个老太太非常有名，叫布尔乔亚，对，老太太艺术家90了吧？对，哎，你注意到她做的很多主题啊，都是跟这个亲情、母性有关。然后你注意到她使用的材料。都是那种枕巾，或者家里边的那种旧床单、旧的沙发布，哎，它就是那么用很细的针脚把它缝起来，就是这种材料的质感，就让你想起家庭，想起母爱，想起这个母亲。我还想起这个英语里有一个词儿，有些人直到成年都保持这个习惯，你们帮我想的是个什么词儿？就是他从小啊，可能是妈妈的身上的一块布，或者是一块小毛巾，那叫什么布？反正英语里有一个词儿，好多外国那个成年人呐，随身带小被子呀。不是他现在每天晚上睡觉，他就必须摸着那个布，那个叫安慰物。哎，对，有点像。所以这是我们在做点引申啊。你看，就是刚才这些东西都不怎么花钱。你虽然你觉得这个衣服啊，这个东西就是都已经有点贵了，让你觉得，但是假如你真的在找这个，不是那么花钱的。所以你看到这种，就是其实这都是母亲的延伸或者母爱的延伸。那个我们为什么叫做安慰物呢？还有一个说法叫做过渡客体。其实说白了，它是有母亲的一点象征。就是你比方有些孩子在特别小的时候，他跟妈妈在一起枕过一个小枕头，或者就跟妈妈一起就是有一个小方巾，那个小方巾就被孩子理解为那是妈妈。所以妈妈她是控制不了的，妈妈要出差，要上班，各种各样的。但是她通过控制那个小方巾，她说我和妈妈在一起，当代替物。对，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这么延伸的。你瞧，是心理学家。我原来以为是我消费欲上瘾中毒了，哎，人家现在知道原来你在寻找母爱嘛，缺抚摸。不过消费欲也真的是一件事儿啊。比如说最近有本书总算翻译成中文，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政治哲学著作，叫做。它里面提出有一个政治哲学家 B.P. Matthiessen， 他写一本书里面就讲现代人是什么样的人。那几十年前的老师说，现代人是一种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就是说拥占式的个人主义。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现代人用什么东西来证明跟界定我的存在呢？是看我占有了多少东西，拥有了多少东西来决定。我拥有的东西也说明了我是谁。那么他就沿着这一点来讲现代社会。所以有人就曾经把这个再发挥一下，就修改了笛卡尔的名言嘛。笛卡尔名言是“我思故我在”，对不对 ？I think therefore I am。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说不是，是 I shopped therefore I am， 就我购买所以我存在。因为我要透过我买的东西来说明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嘛。对，然后沿着这个当然那个道长你刚才讲的这个我也都听到了，但我还想顺着那个就是窦老师这个我再讲一点。你看刚才就是窦老师，只要你但凡和人和爱真的发生关系的，通常不是那么贵。但是什么东西最贵呢？就是你看这个时候我们讲，比方你跟妈妈建立连接，你在寻找这个小被子，寻找这种寻找这个织物啊，因为你刚才讲了一个暧昧的词儿，床。你看你在床上弄了一床的衣服，你躺在那儿感觉特别满足。哎，那吴老师，我再给你提供，就是我有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晨呢，我不能马上起床，我醒来呢得呻吟一会儿，我觉得这一天才能开始。这呻吟呢，我就得抱着那个被子，有点，哎呀，哎，这过足瘾了，行，上班去了。哎，这是不是也是缺爱？你看这时候我们就在想，你到底是
这个正常的这个人是个虫。还是其实就是那个小婴儿在黏妈妈一下。您的意思是一个心中这个充满爱的人，他是不会高消费的。哎，这他也不是我这不是这是他也不是。这我再做一点推理啊，就是心理学有个术语叫做退行。什么叫做退行呢？就是说，比方我们设想，就是人性的发展有1、2、3、4、5这么几个阶段，阶段越高，挑战越难，就是阶段越低，越容易获得满足。当你在高阶段受到挫败的时候，你就想退行到自己曾经获得满足的那个地方找一些满足。比方对你来讲，你觉得虽然情商很高，但你觉得在工作中还有一个东西受到了挫败，你是在高阶这儿遇到了挫败，然后回到妈妈的怀抱里，要呻吟一下，然后你就获得满足了。但是这个但凡和人建立关系，都你看你就知道你要的是这个，但是最糟糕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全能自恋。就相当于就我们前面也都讲到，在婴儿和妈妈建立关系之前，每个人都有一个东西可以来满足自己的，就是全能感、全能自恋。全能自恋，对，全能自恋，就全能自恋意思就是我是神，就是我是最厉害的，就是你看类似于国王啊，或者要第1名啊，各种各样的东西要完美啊，都是和这个有关。就是说，当你没有在和妈妈的关系里头，在和抚养者的关系里头获得满足，就是你要退行的话，嘣，你就退到这儿来了。您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婴儿几个月的婴儿的时候，婴儿一出他是生都有感觉全能自恋自己是全世界，对，他是全世界 No.1，或者他是全世界的神，就是所以谁都可以在全能自恋中获得满足。那他妈妈是什么呢？在他的这个世界里，就是妈妈只是他的一部分，就是我就是妈妈，妈妈就是我，我就是万物。没有界人我不限分嘛，没有界限感婴儿是邪对。就是我也听说过，就几个月大的婴儿，他实际上分不清对我和我者和外，他者那他的身体的对边界还摸不到。对，所以说他就是全能自恋引出很多东西来，比方引出完美自恋，就是他要占有最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刚才就存到这个严重的消费主义，可能就存在在这儿，或者这个失控的消费。你比方说，目前都是消费社会，我们都知道是吧？但有些人他完全失控，他总要就是追求自己财力根本支配不了的这些东西，那么其实就是他要寻找最原始的全能自恋的满足。你看，我可以拥有最好的东西，以此来证明我是最好的。哎，但是这是一种孤独的游戏，但一旦他能在关系中获得一定的满足。就是比方可能就像你这样，就寻找一个被子啊什么的，好惨。我妈小时候应该多准备几块抹布什么的，很便对，宜。没错。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安慰物不一样。你像我郁闷的时候，喂，你们我就小心点儿，老讲自己安慰物，待会儿这个不，我就是去有一个都是牌子带货的，我去一个牌子，然后就是去摸他们一个价值16.8万的一个外套。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每次心情不好，我就去摸那个外套，我就能获得巨大的满足。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其实但是我永远买不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就是说定义穷人的，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你的收入水平，而是当你的欲望超过了你挣的钱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穷人。这事儿还有一件事，如果去做，我就不分析你了。分析你的话，说不定这个就分析不太好。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分析一下文道。就是当我们没有获得60分的满足的时候，我们没有被基本满足的时候，我们就想寻找完美，要100分。但是就是这要100分的人，其实都是我们叫做孤独又自恋的人。就是一旦你能够在关系中体验过60分的满足，你就发现那100分真的没必要，不太好。而且那60分的基本满足要特别好。比方我有一个来访者，他就是今年他有了巨大的改变。他以往就是虽然他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他没有失控的去买东西，但是他那种比较心极其严重。他永远希望自己是比别人高，但是一旦他比别人高呢，他又特别担心别人恨他，所以他又不敢玩自恋，所以他不总是这样子特别难受的一个人。但是今年他就突然之间变了。比方他讲到春节的时候，他就做了就是我们设想他做了5件事，比方就逛了花市。然后还做了一些别的事情，而且他想去哪儿，家人都陪着他去了。他觉得春节过得太好了，然后他就发现他对那个完美的需求嘣一下就严重的降低了。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当你在关系中获得满足的时候，基本满足就美好的不得了，就特别好。当你不能够获得基本满足，你才想要那个100分，而100分都是孤独的。所以你那个16.8万的大衣，说不定就是你太孤独了。不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感觉啊，就是让我想起什么呢？就是说，这还是你自己定义的安慰物，是你自己定义的。对，你知道更多的消费者啊，
我觉得为什么要当自由战士啊，就不能被这些商业，就是这些资本所殖民呢？殖民了你的心灵啊！就是你最惨的是被别人操控的。这你看，您这是心理学家哈，弗洛伊德有个侄子，你知道吗？弗洛伊德这个侄子啊，做过一个史上著名的广告，这个广告啊很值得研究，就是说，当时他是推销一种香烟，他这个香烟当时就是说女性抽烟。他让女性这个成为烟民，对吧？然后呢，他就找几个最时尚、最时髦的女郎。那个时候女的抽烟可能还不多，在纽约第5大道上，做出种种风浮水柳的姿势，哇，就这么抽自由。就那个时候让那些保守的女性啊感觉到这就是这个自由。所以你看，那你看我们为什么就讲这个哲学？大家也不要觉得难懂，一点也不难懂，就是说烟。就是一个烟，它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义，它就是个烟嘛。但是当这个艺术家或者说广告者，他把烟和自由绑在一起，这个符号就叫能指与所指，是能指与所指。哎，你确定了，于是呢，大家觉得女士们这样抽根小细烟儿，感觉我很酷，感觉自由。你仔细想想吧，好多这个商品啊，它都是。他给你人呢，就像你比如说你缺爱，哎，买这个就是爱，对，买这个就是家庭的温暖，就是丈夫的体贴，是，那对，这还有词叫这个 desire 和 need， 就是欲望和需要，是吧？就是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们其实我们的需求没那么高，但是一旦涉及到 desire， 涉及到欲望，这个就很不一样了。我们的欲望可能真正我就要最好的。我们老讲活在当下，什么叫做活在当下呢？当你一旦活在当下的时候，这个橘子可能哪怕平常我们会觉得，哎，只有30-40分，说的夸张一点，当你完全和它建立关系，你就深刻的体验到它是完美的，当你不能够和它建立关系的时候，你就想要最好的橘子，你就觉得最好的才吃了不就建立关系了？不，就是当你想要最好的时候，就意味着就是我想拥有它。它是我的一部分，所以它并没有给我建立一种平等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才要这个最好的意思来衬托我是最好的。但一旦我们活在关系中，我们会说我和这个橘子，它也是一个根本存在，我也是个根本存在，我们两个建立了关系，而且建立关系的一个刹那，如果用基督教的说法，你会体验到神性，你体验到完美。用佛学来讲，你可能会就是或者用一般的灵性的人会觉得，你体验到活在当下的感觉。当你能活在当下的时候，一切都是完美的。而且到这个可以讲讲这个。对，这个其实就算谈恋爱也是，我其实为什么常常讲，我很怕别人说什么你的完美的对象是什么，你心目中理想的对象。然后这种讲法最诡异的地方就是，你好像先在脑中绘画出一个人像，对，然后我在世间去看哪个长得最像我脑子海里画的那个图像。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永远都不可能爱上一个你眼前的活人，你爱的是那个想出来形象，然后你的不满足全部来自于你脑海中想的那个东西，跟你当下这个实际跟你在一起的人中间的距离。那假如我们真的是把自己投入在眼前此时此刻的话，那你会关注的是眼前你身边的人在跟你是什么样的关系，他带给你什么东西。但是问题是 desire 就是这样 ，desire 永远是超出于我们现在的需要的，desire 总是关于欲望，关于想象，它总是一种想象，它总是一种 fantasy， 所以所有的消费主义都是要刺激我们的想象。所以为什么所有的广告，就像你刚才讲那个香烟广告，那你以前那个，比如说美国的那个T 恤品牌、运动衫品牌，最早起家是做那些的。一路给美国人贩卖的就是美国南方的富豪家庭，或者是常春藤大学的学生们，是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他们的家庭布置的一种很温暖的美式的，然后他们会喜欢打马球，等等等等。你只是随便买他一个 T 恤，你就感觉到好像我也进入了那个相片里面那个世界，身边的人都是一群高大的白人帅哥，跟金发美女一样。那本来跟你是完全是两码事儿，但是他要透过这个想象运作。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说，我过去都认为个人活自己的，跟社会没关系。我现在渐渐也觉得，我们应该搞一些正确的。为什么？因为我就发现啊，就是
有些时候这种绑架呀是不由自主的了。你说我不用这个手机，但是我不用这个电脑，但是你没法工作了，可能。对，你吧，你落后一代，他发信息都发不过去，不兼容了。于是你跟这个社会都不兼容了。你连生存都成问题。所以你知道，就是说，过去咱们说你可以当陶渊明，我这舍弃你这一切，但是今天没有一个人能离得开。那么于是就变成他们一步一步的这样，甚至于我那天看材料还看到一个什么呢？上个世纪20年代，1920年，有些行业，世界上有些大行业曾经开过一个会议，有秘密协议，就是说我们这个行规啊，我们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假如说是这个灯泡，原来是用3500小时，但是我们都要把这个灯泡做成1000小时，好增加它的更新这个换代率。那么假如这是真的，哎。我说这现在我们看到的也的确如是，太快了。现在这个新科技啊，这个手机啊，包括软件的更新，简直就可以到这个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就一直这么快。但是你不追，你还不行。对，这几年不是在提倡断舍离嘛？就是我自己也试过，我学过，就是一个叫怦然心动的整理法，就是我衣服实在是太多了，一个日本的一个对，然后他靠替人整理东西挣了好多钱，就是也是因为日本年轻人像中国年轻人一样，就拥有了太多的衣服，然后就你不断的要买，不断的要买，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取舍，到底是什么 desire 和 need， 所以有一个怦然心动整理法，我也学过，但是它其实是很贵的，你知道吗？你以为学了之后是能够替你节省，但是其实是很贵的，因为它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比如说当你整理衣柜的时候，这个东西如果它不再让你心动了，那么你就要把它给扔了。而且你扔了之后，你要把它好好的整理好，说还要感谢他，谢谢你，对你对我这段时间的照顾。现在我要把你送到别的更需要的地方去。但是你知道，让你怦然心动的东西都很贵，你知道，就你看到一个100块钱的衣服，你不会怦然心动，然后你只有看到一个1000块钱的衣服，你才会怦然心动。所以它其实好多人会把它理解成啊，这个是我们这抵抗消费社会，然后是一个这个由奢入俭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不会，它会让你的这个怦然心动，对物体的依赖，你会变得越来越高级，越来越昂贵。由奢入俭难呐，特别难。高贵的低调，那家伙对更花钱。所以这样讲的话，你看我们估计在座的诸位，我们都免不了了。你确实我们得有肯定得有体验。这个世界上基本上还是贵的东西就是好。我觉得虽然不能说它是绝对的，但是你还是看见，当然这个可能是好了1分，它贵上10倍。它变成这样，但是还是你感觉到基本上对，所以我现在关键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说到底啊，就是个人比人，你知道吗？就是一切罪恶由此而出，但是我们也不可逃避，就是人比人嘛，气死人。要不咱们都一样穷，咱穿一样的。像我小时候就是这样，那有什么？对，那都很简朴。但是现在问题就在于同一宿舍，他们有时候会讲同一宿舍女生。这个拿这个包啦，这个拿这个口红，哎，你说难道就没有个特立独行的女子？就是我还就是素颜朝天，就跟我不一样。我呀，也没有，听起来不是那么真实。哎，那她会不会被姐妹们所排斥？其实也不是，就是跟那个吴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每个人他自我认知和自我认可的方式不一样嘛。但是你如果缺乏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自我认可的一个实体，你比如说你就是坚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那你确实很容易迷失在这种东西的裹挟里。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就其实像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每天收5、6个快递，最后已经那个耻感，就买衣服就那个耻辱感，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强了。就是那快递小哥每次见到你就说，哎，又来了。然后所以那个他以为你爱上他。对，然后包括你知道，就是还有的说你这是个小件货还是大件货嘛？因为你那个就是那个物体的快递的那个。体积是不一样的，哎，你今天是小件货，明天是大件货，就是你那个耻感其实已经很强了。但你就是因为你觉得图便宜，就是100块钱的衣服，你觉得反正花了钱也不是钱，也没有花钱的实体感，所以就攒了大量不一样的东西。哎呦，我有一哥们儿那天说他这女儿，
说我开门的速度都没你下单的速度快啊。他说我们家那门铃都给那个快递摁爆了。他说我都没法坐一会儿，这叮咚一下又来了，都是他女儿这个，所以我说这个止不住。刚才讲太方便了，所以这时候我还反过来讲一点东西，就是刚才那个文涛你讲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如果你那个东西实现了之后，你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你刚才讲的有一个正确的活法，是吧？就是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树立一个正确的活法？但这就意味着你想制造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里头文涛的理念就是对的啊，所有人都按照他的来。这也不对，对，你知道这很严重吗？是不是？对，就是那哎，你这个补充也很有意思。对，我们看到这个消费社会或者目前社会，其实一直也还存在另外一面，确实是丰富多彩。就是关键是在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里，你怎么能够坚持你自己？两面其实是两面观之，就是自其丰富多彩一面而观之，它丰富多彩。但自其另一面观之，我又觉得现在怎么人越来越像，穿的都一样。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蓝绿灰，可是其实今天本质上说起来，你们手里拿的都有什么区别？对吧？所以现在网红长得都很像，对，对啊，网红你们长得都一样了，到最后你们不也是都一样吗？不过我想再回头讲啊，就关于这个东西贵跟便宜，大家为什么这么在意，或者说是不是喜欢贵的东西，我倒有点不同的想法。首先我真不认为越贵越好，一般情况下是，但是贵到一定限度之后，我发现它跟好不好是没有关系的。通常是跟市场一个东西的价格贵不贵，从经济学角度讲，就是稀缺的问题。那稀缺的东西呢，它不一定是好，它只是因为大家都需要。所以首先要造成，通常做品牌啊，因为我干过那种太多跟品牌相关的事，我也很了解。做品牌的人最重要就是我要把这个东西做到让大家觉得稀缺，让大家都需要。它不一定是好的，它是要让你觉得它好，是两回事儿。因为我发现其实。我现在越来越有感觉，其实绝大部分人不知道什么叫好，根本这是真的，不知好歹，真的不知好歹，他只能够透过价钱来决定，价钱给他认为就是判断一个东西好坏的主要信息。我见过太多人喝很贵的酒，其实他不懂酒；太多人花了钱买很贵的衣服，但是他对剪裁跟材料是一窍不通的。太多人花了钱买了很多东西，但是你会发现他对他买的那个东西为什么值这个钱的整个流程是不了解，其实只是为了要它贵，或者它是那个牌子，然后大家都知道它贵，所以因此，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不在意一个人如果喜欢买好东西或者怎么样，但如果大家都能够下点功夫，稍微了解一下你到底在干什么，买什么，然后你是不是需要。对这个多一点了解的话，可能会好一点，可能你不会花那么多钱。就是审美力，欣赏能力的提升，可以代偿一部分的钱，绝对可以，对吧？可以让你更物有所值。是，我这个还真觉得，你像与我同龄的有些啊，奋斗成功者的大老板呢，住的酒店很简朴的。是，我有个朋友就是开酒店的，我说你这个酒店是我认为是全国最好的酒店，特别有品位哈。但是后来呢，他卖给别人了，他说这个不大盈利。我说为什么？他说啊，能像你这样知道我这个里边的心思的客人不多，很多很有钱的客人。你知道，他对他们来讲，他可能习惯于小时候生活在一个比较粗糙的生活环境里。床的软硬他是没太大感觉的，好多人家生活里我们见到很多粗豪的一些人，你说你在这儿弄了个什么，在这儿我这个桌子我这个椅子使用了什么材料，他一想我没必要住你这么贵的酒店，尽管我有钱，对吧？这就是其实是对的，因为你反正你如果分辨不出来，你干嘛要去又何必呢？钱呢？对啊，这时候我们还可以继续，就我喜欢做总结啊，就这个我做一点总结。你看，刚才首先那个道长刚才讲了一种就是。你可以虽然有真实的部分，但有很多这个诱惑和欺骗的部分。其实就诱惑嘛，你看商家就要诱惑消费者，啊，说我这个东西是更好，然后让大家这样去消费。然后，但这个时候仍然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比方我们俩之间，就是那个文涛，你是那个商家，你是奸商啊，是这个肯定长得就像，对，你跟我说这个东西特别好，然后让我来买，那这个时候是我到底是信你的话？还是信我和这个东西建立关系的时候那种感觉，说就是如果我不相信我自己，就是真的就变成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或者是这个互联网这个世界说什么好，那我就会觉得去追这个。但如果呢，我能慢下来，我和这个事物建立关系，我好好去品味它，去感受它，我从自我的出发，而且我真的是打开了我的感官，我去感受这些东西，而且问我的需要是什么，这时候你就会慢下来，人真的会就是要你所要的。所以这时候我觉得还是建立关系的问题。所以你说治疗消费主义的最好的手段是不是还是逛商场啊？就是因为你想这逛商场，首先你有比较，然后你逛这衣服你会试，然后你会有掏钱的动作，然后你会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一般的，然后或者你跟这个东西建立起来联系，是不是反而是逛商场？然后是一种更好的治疗消费主义的一种方式啊！你终于为自己找到了理由，对，以后就改逛商场。你看现在这个商品意识无处不在啊！我就问你，是不是淘宝买的？这也是个植入。我告诉你，在另一个店买的也植入。不是啊，不是植入，真不是植入。最近呢，我就发现这个淘宝竟出现特逗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刚过这个五一节之后，哎，说这个微博话题在网上阅读量9.1个亿，9.1个亿，他们聊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有一位女士历年来在淘宝买了904件那个衣物，对吧？然后呢，最近呢在五一节之前买了18件。买完之后，因为淘宝人家服务有一个说7天之内无理由退货，可以无理由退货。好，7天之内啪退货，哎。应该是符合章程的哈，但是后来这个店主呢觉得挺冤，就加了他的微信还是怎么着，然后一看他那个朋友圈，发现呢五一节呢他跟他这个小姐妹们出去玩啊，穿着这个衣服有照相，说哎你穿了，好这就弄起纠纷来了。网上好多人还骂这个女的，说你没见过这么鸡贼的哈。你怎么知道我没剪吊牌呢？但是这女的说，难道不能试穿吗？难道不能试穿吗？我试穿才知道不合适啊，对吧？我过去买那么多，我也没有退啊，对吧？反正就，但是我就发现这个计中计啊，就是好这个事儿闹起来了吧？另一个开淘宝店的，自己还设计衣服的一女的，本来挺同情这个店主的，说这是义愤填膺，经常碰见这种客人哈，就是无理由退货。我点进去看看。他一看，哎，这个裙子怎么是我设计的？又涉及到一个那个店啊，那个款式，他投诉说抄袭他的设计。我你说这事热闹吗？但是这个事情结果怎么样？后期还是可以退货嘛？就在争啊，有些这个网友就在说了，就是说你这个恶意的这种，他们往往选择就是你要是恶意的就给你拉黑了。可是你知道现在有的女的，哎，我发现她还有一个顾客就说呀，说我们公司有个小女孩，她甚至是这样，我买了7天，穿7天，退回去吧，然后你给我拉黑了吧，拉黑了我借易军的账号。又买到最后搞得他们办公司账号都给拉黑了，谁都不肯借给他。这种事情，凡是只要有这种无理由退货的地方，都一定会发生，不只是中国。比如说，我很记得我90年代头的时候，我不是还在美国有一小段时间吗？你知道美国的中学女生啊，中学生男女，他们快毕业前有个舞会嘛，叫 prom。那么那个 prom 那个舞会那天呢，就平常就 T 恤牛仔裤的学生们呢，会穿得特别隆重、特别漂亮，尤其女孩子要选一套见得了场面的那种正式一点的服装。然后那套服装呢，他们要去买的话，你想想看，就等于你几年里面你就穿这一回，你不用去买。所以他们怎么办？我看到非常普遍的现象，就去百货公司买了之后穿了回去再退货，因为美国是很多地方都是这种无理由退货的嘛。而我就打听了一下那些百货公司怎么面对这个情况，他们说他们都知道那段期间凡是来的这些小女孩一定都是这么干的，90%会这么干。但你能怎么样呢？你不能怎么样，因为他们算的就是说，如果你公司整体政策是这样的话，你不能有任何例外跟改变，或者时间性的改变，或者对象性的改变，要不然你还会被告歧视，对不对？所以他们是连拉黑都不行的。那所以只好公司的做法是怎么样？把每年这一段期间的这种事件当成是例行的损失，
哦，没有他钱这么他收掉，它背后有另外的计算的哈，就是因为这种事啊，我们在美国6、7年干不小，坦白讲。这样子。干不小，当留学生嘛。你这个看着就挺新的，哎，蒋辉，明天就退是吗？哎，我们那年代我买最多是什么呢？我留学生嘛，买电器用品，比方说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方便的扫描器哈，我们要买那扫描器啦，一些东西啊，买啊。就自己回家 scan 完扫完了，就2、3天，还有那种电子用品做最多的，他们完全当然你就合法嘛，我们好像还10天之内还是2个礼拜之内可以退哈。后来知道说他们的计算是什么呢？因为这是行规以后呢，就是你不这样做的话，一般他就觉得说你一定是自己心亏，你的商品有问题。所以你卖了就算，假如你是好的，你怕我们不怕我们退嘛？所以呢，假如你不这样做呢，第一个你的商誉受到损失啊，形象不好，然后形象不好，生意就不好嘛啊。那第二点更大的考虑是什么呢？就像做保险业，保险业的计算是所有人一起算的，对啊，他可能用着1万个顾客。10万个顾客这样算，所以我一定能够赚回来。所以他们的计算是这样，为什么呢？你来买的东西我也试过啊，买的时候准备用了7天就退，可是我7天后忘了，到第8天才想起的哈。到最后啊，我砸手里了啊，就还好有你这种客人。对，我本来不买的，结果我就买了哈。另外是什么呢？我也本来没买的。买了用了，觉得这真的是挺好，对，真的是适合，那我能够负担的分期付款，我就买了。所以它整个是完全统计学面行得通的。但你说统计学就会有另一种统计学了，那就有的那个女网友买了一条裙子，就发现哎穿上之后一掏兜里一发卡，一掏兜里还有几分钱，这就退回去了。然后就闹，那边店家跟他说什么？这是送给你的礼物，太机智了吧这个客服，这都是新闻啊。但是问题是，淘宝的模式呢，跟我们刚才讲那种美国式那种百货是不一样，或者传统，就因为它不像他们通常这种店啊，比如说小规模开店，它做不到你刚才说那个，我就是一个小店，对不对？然后我如果被人这么坑一单，我就已经很亏了，我没办法把这个损失给吸纳进去，转移到别的地方。但你说在淘宝买东西，我最近还听说过另一件事儿的。有一个还蛮有名的一个大学开了一个系，叫视觉传达系，搞视觉设计。然后有这么一个孩子呢，拿了他的一个毕业作品，在学校里面评得很优秀，然后因此还保送进了清华美院的去读设计，去读研了。然后他说他做什么？他做那种模型，那种像奇幻电影、奇幻动画里面那种怪兽啊什么那样的模型，做得很细致、很漂亮。然后最后被人揭发，这个模型他在淘宝买的，然后就拿这个进清华了。所以淘宝出艺术啊，出艺术，是出艺术，这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对，没错。写我那伟大的小说的时候啊，谈到黑社会这个那个，我需要买个关公嘛，我要把那个关公像放我前面。淘宝买这个在淘宝买关公，哎，这个我倒是挑过了，真的我喜欢的东西，我挑过一家，还说卖文物的。然后呢，银色的很漂亮的，他们写着说是民国时候的老东西，这样买哈。我还记得980多人民币吧，买了，结果寄来你们猜到吗？就是后来我去上海、广州、深圳所有地方路边摊85元的就有的那个东西哈，原来它就本来就是那种很普通的材料哈。他就又涂了一层银色银色的东西，所以我的关公就放在我桌上，没几下我摸一摸，怎么那个胡子本来是银色的变成金色？可是我前1个月也是写第2个小说，比较累，那又忍不住又买了。这次需要张飞了是吧？这次我买对了，我告诉你，我花了88元加入了淘宝，找了一个东西，加入了夸群。夸我，你知道吗？那每天传了15个讯息来夸我，你知道什么夸群吗？我加入这个服务，他们有一个群队，每天就会传，比方说我88块，他每天就传15个讯息，不同的人来夸我。
马博士，你比文涛帅。有这个对对，有啊你不知道吗群啊，你不知道吗对啊？很流行的。马博士，你放心。小君君是爱你的，很好玩的。你要先说我希望什么，人家称我文笔好。那人家为什么要夸你呢？他收付钱了收了嘛？钱了，服务啊。问你这是个种服务啊你还要付钱去买这些东西啊？有，那你可以不花钱，那多少人排队想夸你啊？不行，我不会说。你看我这句话我免费夸你这么多年，你1分钱还没给我，还跟我要钱。那个对对，那个哎，人家每天15个讯息啊。那你想象不到，我本来刚开始实施的是好玩，觉得好玩啊，夸群啊，互相夸了，有免费的夸群，可是免费的东西不一定不好嘛，不准确嘛。我付了钱，我说一定要夸我什么身体所有器官哈，他们又夸了半天，然后呢，完全满足了我。那每天15个之后啊，我真的那个成就感高很多，小说写得特别快。哎，哦，我跟你说，他讲的还真不是玩笑，就是说啊，这个买东西啊是感性的力量，你现在越来越发现了吗？哎，就是说，哎，有时候我真觉得多么大的这个产业，人们不相信科学啊，好多我不具体讲了，就是女性同胞们用的很多东西，哎，那个都发新闻了，比如说某种东西就能年轻，某种东西。那不就是骗子吗？那不就是骗子吗？那么就国家都说了，不叫骗子，叫故事。哎，他想到的是结果啊，我漂亮了，我漂亮了，哦，那是模特漂亮了，那不是你变年轻了。广告的基本原理就是让你觉得你能跟那个一样，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你骗不了我的，我是理性的嘛。但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你买的东西也挺贵的？就是啊，贵物有所值啊，我要不然再植入一个，不是，我觉得这个就感性的这个力量，人真是容易自欺欺人的，就是你比如说网上卖的很多，我就觉得哎呀，要叫我说，虽然我没有看完就是最后一集全游，但是不是有一句话就流传很广吗？说什么？他有一句台词叫做世界上最具有号召力的事情，莫过于一个好的故事嘛。是的。然后后来我就给他加了一句，我现在发现不是很多人打电玩吗？就是一个更有号召力的故事是你还能加入这个故事。其实你广告也一样，你不但听了一个好故事能变成这样那样，而且你能加入它。你知道，就是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最近他们都在说那个有个叫李佳琦的那个小男孩，你知道吗？就带货卖口红，火到爆啊！就是说，就是所以为什么广告的形式在改变？现在比如说像赞助这个一个就是那种硬广告啊，都在解构，要叫我看。现在的这个广告，你比如说有人说，比如说口红，我过去找个大明星。花多少钱让他做个广告？可我现在同样的这个钱，甚至远远不够的这么多钱，我一下分发给这么多美妆博主，他是实实在在的，一下就给你卖1万多，一下卖就是，而且我想，为什么他们都要买呢？后来我看了看啊，就是这小哥他这套啊，我很早年之前在台湾电视上经常见这种语气，就说啊 ，My God， 是吗？什么小助理披头散发也抢到最后50份，哇，这么便宜啊！什么，还有个叫什么蓝啊，王子才能配得上的这个颜色，哎，它有很多语词。哦，因为词语能在你脑电波产生一种东西的。哎，这都形成一种要不说是一种亚文化吗？网上你看前一阵儿都传出来一个小孩儿就模仿这一套，你可以看看这个。如果李佳琦去卖文具 ，Everybody， 这只尺子真正的国货之光，全球每天卖出1600万只，手感非常顺滑。Oh my god， 太顺滑了吧！我的天哪！而且搭配这样一支橡皮的话，这2个色号给你们放在一起看一下，一个鸭屎绿，一个是血白，真的是绝配，真是好看到爆！而且同等价位里最适合小学生。挺好。我买过的另一个就是唇膏是，其实比如它有40个颜色。每个颜色它用了一个男明星的名字，就是说如果你得不到那个男明星，你至少可以用他的名字每天去 kiss 你。我不告诉你我买了哪一支。我的天哪！真的有这样。我有一天问我们那个化妆师，我说那为什么就这样就卖得特别好啊？他说你看，就是关键是这个口红啊，口红一般也不贵。
对，而且口红呢，你能买多失败呢？对，所以才有他说倒不也不是说买的人是被他怎么忽悠，就是你看他说成这样，哇，这就是200块钱啊，那我买，反正我也要买口红。他说，而且呢，口红不像别的没有技术难度。它不像别的化妆，对吧？对，口红任何人只要自己一擦，哎，马上对你整个面色改善非常大。你又在做广告吗？哎，我又植入了。据说经济不好，口红就卖得好。是没错。我要当窦佳琪行吗？我要当窦佳琪，比主持节目挣钱多了啊！所以你知道，我有一次在杭州做活动啊，参加一个事情，然后那天呢，在同样的一个活动场地，那是一个杭州的国展馆，它的 Convention Center 会展中心。然后旁边呢，他们举办一个非常盛大活动，比我去那个活动要盛大太多了。一进门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一进那个我们坐那个车子一进去，就看到旁边一群的女孩子站在门外。然后我一看，我就说：“哎呦，你看这些是网红。”然后跟我一起的说：“哎，你怎么知道是网红？这不这一看就知道这是网红脸吗？这一群都是网红嘛。”然后呢，跟着呢再走进去，就看到这巨大的海报。那个海报呢？就是几个网红占据海报中央，然后每个人都这么叉着腰，然后呢跟着下面呢写一个字眼，那个字那句话我觉得印象太深了，请看我的小蛮腰，然后呢跟着呢再下面一句话，这是我们的时代，然后呢我就惊呆了，说好吧，这就是你们的时代，然后上去就全都这样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的是什么活动，然后那个会呢，就是把他们全国的这些带货网红召集起来办大会，然后呢是个誓师大会，是个振作人心、奋发人心、鼓励士气的大会，把他们头50名就是卖东西最强悍的召上来，这是他们的时代，他们来讲他们的经验，然后很惊人啊，就一个这样的网红，一年带货带到几亿的。就带到几亿的都是这种级别的，所以你说干嘛要给钱赞助什么广告什么呢？就直接给他们不就得了？你说这真是，就说前2天也是有个经纪人带网红的跟我讲，他都蔚为奇观。你知道，就是那种我说这个网红不是带货的，就是网上做直播，网上做不是有这种网红那个直播平台有打赏的吗？然后呢，他跟我讲，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了解这个行业啊。他说，实际上那些打赏的钱，并不是全给网红，这个平台方要控制这些，也不叫控制了，平台方要服务这些个打赏的人。比如说每年，他说这些人每年办一个活动，他说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他说你能想到吗？就一年打赏上千万。就是看着这个网红直播打赏上千万，然后呢，这个平台啊就要组织这些个打赏上千万的人来搞活动，给他们最尊贵的待遇。整个会场一个大圆桌，就他们坐在中间，那个服务就头等舱机票、5星级酒店。好，他说那个平台还炒了个人，就是这么一小助理吧，有一个打赏的这个富家公子吧，大概是早来了一天。你说这种金主早来了一天，你肯定就给人开房嘛。结果这个就教条了，说哎呀，你早来了一天，我们这儿这个房间都没这怎么着？那少爷一生气走了。结果这家伙他这个上司一听，你把他放走了，他上司亲自坐飞机到人家那个人那儿赔礼道歉，然后请你一定要来我们这儿。什么头等舱啊，什么6星级酒店的，是澳门赌场接待这个花钱最多的那种贵宾赌客的招。对，我觉得真是，家辉，你愿意吗？就是，你哪怕再有钱，就一个1000万，当然他可能不是打给同一个的啊，就也许他一年下来花在这上的钱几千万。我真的觉得这没什么坏事的，各取所需嘛哈。你喜欢看什么？要不要打赏？你的性格、你的能力哈。我反而是看到里面正面的东西，非常 target 的、非常针对性的、目标性的，提供那个服务。像以前的广告方法，比方说找一个好像明星偶像，然后他扩散出去，他卖东西哈，他跟你不一定是点对点的。他不一定很多方面，特别在主要方面啊，不一定跟你是有同样的需要的、同样的心理的。可是现在有了这网络平台，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会被看见。我们看看、这算叫 P2P 吗？对，我不晓得点对点吗？你看那个小孩李佳琦的，我就想很对啊。假如你卖一些小孩的用品，不管是文具还是食品，我是小孩，我当然就是相信小孩啊，同样的需要，同样的角度，所以呢，我觉得说，假如你刚说什么网红大会这个那个。而且还坐飞机去追回这个顾客，我觉得这样才好了。应该把这种精神点对点，网红卖口红的对卖口红，因为我也是使用口红的人。像香港有一个不是卖车卖汽油的广告我就蛮欣赏那一句 slogan 的。他讲了一堆对于车的什么加什么油什么好然后呢最后一句说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也开车。OK， 对，我开车的人嘛，你也开车，所以我懂那所以我说，我看到这种服务态度假如能够把它扩散出来，用在餐饮业用在各种的特别服务行业也好，商品行业也好，这个社会文明才会进步，而不是老是开个店或者卖个货，你愿者上吊，来就来，不来不来。我觉得用这种那个网红产业这种服务态度才是对的。不过我倒觉得像这些网红我们不要轻易羡慕，就觉得哎呀，动不动就赚那么多，那么受欢迎，号召力那么大，他们的生涯寿命其实是相对是短的，对，更新非常快。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网红他必须要非常短的时间内累积到大量的粉丝。因为这个东西，这些粉丝变心太快了，真的是粉丝变心，真的是2-3个月。去年还给我1000万，今年只给1000。对，真的是会这样。所以网红的淘汰率非常高，包括带货网红也一直都是个迷思其实这个东西不只是国内，比如说国外也有YouTube 上面有很多 YouTuber， 他们那个替换率非常高。他们如果真的要卖东西或什么话，你会发现，比如说有一阵子我记得很多人讲，举个例子，时装最明显了。每年不是有很多时装周吗？比如说巴黎、米兰、什么伦敦的，那时装周在曾经是要请一些有价值、有地位的大的媒体的老总去看嘛。比如说什么时尚杂志Vogue 这些，不是这些女魔头嘛，穿 Prada 的恶魔，然后就去了，然后众星拱月的拱着他来看这个时装，就等着他回去，写几句好话。那后来呢，大家发现，我干脆直接找这些KOL。这些网红请他们来，他们那个力量更大。但是你会发现后来出现一个规律，就年年去的人都不一样，这批人，而那些女魔头呢，就这么多年都还在这儿。而且你说这个我有一个我想请你们评一评就是说我觉得是我不好吧，就是比如说这些带货的包括就像说李佳琦的这种 My God 这种语气我最后发现呢，是因为我人生观灰暗。没，我绝对就是这样卖东西的我是绝对不会跟他买的。但是我必须说，这一定是我的一个偏见。我这个偏见导源于什么呢？就是那个这个狂喊乱叫的、高喉咙、大嗓门的，在一个购物平台上这样的。当然我肯定是错的，但是就这种偏见妨碍我。你反而你好好跟我好好说话，你反而这种就是表演这么夸张的这反而让我生出了这个偏见，就是我绝对不会在这儿买东西。这叫必有一款适合你嘛，它不是你那一款，肯定还有人是适合你，能给你植入好多，能给你推销的。没错，你那个买衣服的店员我认识，每次跟我说完我也买一堆没想要的东西，肯定有的。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看他的卖的东西的价位跟他针对的对象。你刚才这么讲，可见你的生活特别高级。没有，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凡是会这么喊的，他就是卖个橡皮擦，卖个尺。真不是，不，我跟你说，你把这带货的想低了。我知道，现在他还带世界名牌我知道，是很多大品牌的口红、化妆品。对，这有的非常贵。但是呢，通常很少见到他们卖几十万的表。
用很夸张的方法来卖。你不能因为你给表代言，你就开始聊这个，又植入，今天不是又植入，比较植入吗？来，然后呢，你看我们做看理想 APP 就从来不植入，是讲品格的品牌。我没东西给你植入，有点懊恼。给你植入半天了，你还想怎么样？我一讲名字他剪掉，没得植入。你最近是不是拍纪录片？在这儿给你们移植器官啊！我说回来，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像这种，因为还有另一种反向广告的操作。反向广告是什么呢？就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是李佳琦式的非常夸张的这样的带货，但是也有一种广告啊，他那个广告是不想让人看到的广告，或者拒绝客人的广告，它针对的是另一种课程。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在国内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那种美食博客、旅游博客，常常讲去哪吃、去哪喝，然后大家说有东京什么名店。说1年都排不上队，这个定位多少，然后现在这个已经不行了。现在呢，大家要标榜的要去什么呢？就我去了一家店，这家店啊，别说1年定不上位，你根本不可能定位，因为人家只招待熟客，你不是熟客带去的，你进不去。然后呢，跟着说那家店多好。那后来呢，这种东西多了之后，我发现呢，日本啊尤其流行。日本现在呢，以前这种餐馆呢，这我们刚才说的神话级餐厅。通常是开了几十年的，开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被越捧越高。现在不是这么搞了，现在是一来开一家餐厅，第一天开始就不接受定位。你说第一天不接受定位，那你客人哪来呢？他会这样子，他开一个网站，这个网站设计的很好，把他的菜啊什么的讲的天花乱坠的，然后下面有人说对不起，我们不接受定位，我们不公开地址，我们没有电话。然后大家在想这店怎么去啊？就越想办法。然后后来听到一些有办法的人说：“哎呀，尤其难订。”然后他就爆满，这叫反向操作。我知道了，要给你买东西，这种东西是给你的，特别简单，卖给他就说我们这个外面看不见商标，看不见 logo， 不是，就是说啊，我觉得我肯定是错的啊，我肯定是错的。但是呢，就因为呢，这也像个本能，就是所有这个高喉咙、大嗓门的。大喊大叫的，我就本能的我就觉得不可信，你知道吗？就是这不管，包括我看电视节目，其实很多电视节目非常好看的，广大都特爱看。就是我个人有这么一个，你只能说怪癖啊，我就觉得有理不在声高，哎，就人一喊，我马上我就觉得这就不可信，就怀疑。可是呢，像我这样的人，最近也慢慢悟到了一个道理，我准备改变我自己。哦，你知道吗？我就说这个感性的力量啊，你不可忽视。当然，包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当中，你们记不得前一阵儿这个西安那个奔驰女车主对坐在那车门上那个视频，对。当然她火起来有互联网时代的很多原因啊，但是至少原因之一是人家爆了，对吗？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艺术，这样的一种方式，它天然的符合互联网的网性，就人们会点击，多少次消费者维权，你注意到没有？我不是说人家是这个动机主观动机，但是我们看客观结果，就是闹得凶，闹得动静大，闹得媒体都关注了，是不是这个问题似乎就解决起来就快一些？对，他而且得坐在那个车盖上。而且它本身，你看有个标签一直叫女研究员嘛，就是你想象中女研究生吧，就是说应该是一个什么斯文的形象。现在好，人家给你坐在车盖上，一定是被逼急了，还要哭嘛？这样，无路可退了。你看，我经常跟我女儿说，我说不要哭，哭没有用。但是我觉得她长大以后一定会发现我这句话是错的。你绝对错了，就是你绝对错。哎呦，你的女儿给我教育得了，我跟你说，这要发挥优势。那我自己的一个亲身体验，我在香港，我有一次，我在家里装了一只空调，刚装完没有冷气，那明显是他装的就是错了，因为他检查过里面就是机器没有问题，但是装的时候就是他哪接错了，好，我就去找那个店。因为你知道，在香港你装冷气那个人他不是专业的，有个公司他们会找的嘛，什么搭棚那些人。好，那我去找卖给我空调的这个人，然后他不理我，
不理我，我去那个消协啊，就香港也有消协啊，消协还给他发了一封信。但是你知道问题就在这里，消协一般是没有牙齿的，他没有办法帮你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对，他消协是没有法律能力的，就是他给他发信，他也可以不理的，他还不理。哎呦，我就急了，我就去他店里，我那时候还大肚子，我想我是个孕妇，总能争取点同情吧。这优势。我就去了店里了。问题就在于我脸皮薄嘛，我不敢哭嘛，不敢闹嘛，我就跟人家老板，你要不敢哭不敢闹也没关系。往地上一坐，这大肚子，可是这也是在香港，我就觉得我还是人家出来也是个有脸面的，不是，我还是做不出来，我真的跟他讲，哎，你关我死呀，人家就不理我，然后我还去人家店里，别人在买他东西嘛，我还跟人家说，哎，不要买他东西，人家看看我也不理我，我回家想了好久都想不出办法，很苦闷，最后只好真的找律师，发3次律师函就发给他，最后终于是给我认错了，给我重装了，等律师再发给我他的费用，我的律师费可以再买3只空调，但是我没办法拉开面子，就是能够哭出来，能够泼出来，我的代价就很高。哎，好，我就接着你，咱们就说香港，我也有一回，当然咱们应该提倡像义军这样啊，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尽量理性，不要搞那些哈。但是呢，我好想不理性。我亲身经历的香港这么一件事，我买了个那个韩国的那么一个大电视，好，买回来呢。没1个月，黑了，就是永远也打不开。好，就是说让人来修，修这香港都挺有程序，一修说你这个修不好，但我们给你换一部。好，换那什么时候换呢？下个礼拜1，给你打电话。哎，结果呢没打电话，我打电话过去吧，我打电话过去就说，我们是要换，我们要给你那换就得换一模一样的。但是呢，现在呢没有货，香港没有货。我们要等那个轮船呐，从韩国啊再运来。我说那多长时间呢？大概1-2个星期吧，1-2个星期之后给你电话。好，1-2个星期之后没有给我电话，我又打电话，然后那个轮船海上要走很久啊。我以为他说遇到事故了，再等1-2个星期吧。好，又1-2个星期，你知道最后整整拖了我2个月。香港的他这个机构啊，这个韩国电视的这机构拖了我2月，然后呢，到最后我再打电话，说法就变了，说，哎呀，这款他们不生产了，那你说那怎么办？说这样，再等一段时间，等他们新生产出来了，韩国生产出来了，我们再给你。我说那大概多长时间？给我许诺。你知道最后我就彻底的翻了。最后我享受到了人呐崩溃的快感，闻到广州话，小弟我的广州话，你知道当时我觉得那个人呐就跟表演真听真看真感觉以后啊，你那个雄辩滔滔，我相信我把这个香港的这个客服说的都落泪，说的都崩溃，我就真体会到，因为不是主要是那下次维权找你去，主要是那几天有个生意也没谈成，就我心情不好，你知道吗？我就发现，当人的情绪是真实的时候，你知道他那个力量啊，我就说啊，你知唔知一個家庭2個月冇電視睇，係咩感覺啊？如果你要不咱给大家翻译一下，你知不知道一个家庭2个月没有电视台，没有电視看？是什麼感覺啊？這個家庭要分崩離析了。我話先生，如果係你，好似我咁樣，一個星期打電話話我叫我等2個星期，一個星期打電話叫我等2個星期，依家已經2個月啦，我有睇電視嘅權利啊！我係個人嚟嘅，我還有沒有人權？我是個人啊，我有看電視嘅權利。我說尤其咧咁大部電視，日喺我客廳，日喺我面前。你有没有感觉？我就说，尤其是这么大个电视，天天在我面前，我天天都打不开，对吧？你知唔知你俾我家庭生活造成幾大影響啊？哇！那我说完之後，喜劇之王，我这个真的是要拍下来。那边那小哥们儿，那边小哥们儿半天，我估计香港人没见过这个啊。我们这家伙，咱这雄风，对吧？然后呢？1分鐘都没說出話來。睡了，然後就睡着。先生，我全部明白你咩意思了，我完全理解你嘅處境，就我完全理解。他說得很真誠，我覺得，他說我完全理解你的處境。咁樣，你冇放電話，你不要放電話，你等我少陣，我揾我上司，
呱呱呱，上司过来了之后跟我说，哎，我们是这样，这个电视还不是我们最好的型号，现在我们已经有比这个更新一代的、更高的这个型号，同样尺寸，但是呢价钱比这个还贵，对吧？钱，我们决定给你换，哎，免费吗？就那个没有了嘛，那个确实是那个没有了，免费啊，当然免费啊，就我们给你换这个更好的。我说你冇同我吹泡泡了，就你不要给我吹气泡，你话几時？聽日，明天。不错，维权成功。听日晏晝12點，明天中午12點，咵來了。哎，你这个激情的力量，谁能挡？你知道吗？我要是当时能够坐地上说一通这个，我绝对网红。所以为什么我就看到有时候我们看新闻，比如说就是在机场的那种霸占这个登机的廊桥不肯下来的种种的闹啊，我们就觉得很匪夷所思。是因为真的很多时候闹，就是有办法。不是我你那个不算闹啊。我体会到装的不行，装的你没有那个能量，那么你得是真逼急了。当然，咱们从这个事儿也可以反思，闹到这样不堪，这样不体面，我自己也很惭愧，对吧？我也觉得是很不对的。对不对？那是你的运气，这不应该这样，但不提倡这样。但是怎么样能够大家都挺体面的把这事儿解决？我觉得目前暂时很难。闹有时候是真有用，就是说你不闹的话，人家就是不理你。假如我们说所有事情都很按规矩来，所有事情有程序的话，也许你闹的机会不多。因为你想想看，闹是什么东西啊？闹其实是一个非常规的一个动作，然后才能够得到一些你要的你的义务、权益或者什么也好。但这种非常规到什么程度？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公司一个同事去买机票，去订机票，然后后来呢，去订机票，那时候还是不是那么互联网化，直接到旅行社，然后那个机票后来出问题，然后出问题之后呢，就要求那边退款，然后那边不肯退。然后因为整件事是那个旅行社职员的人为错误，然后我们那个同事就气势汹汹，当天在他那个旅行社现场闹了3小时，然后结果后来你知道这事要怎么解决吗？我觉得那员工太惨了，就那个经理出来就说啊，就这种事儿，那我们一定负责，我们一定负责。然后说您这个这张票多少钱？比如说1000多，好，立刻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支付宝啊这些东西，他叫那个负责的员工，你把钱包掏出来，直接在他钱包，这个上司拿钱，全部钱数，还不够1000多，然后我这边先垫，你明天给我，这样子来解决啊。也就是说，这说明什么呢？这表示整个公司流程程序是完全没有这种准备，完全设计不完善，乃至于当有顾客投诉的时候，这个前线人员是没有办法利用公司已有的体制来回应，所以他只能够坚决拒绝你要求退款这件事。然后等到这个上司等到你闹得那么严重，影响闹大了，那么这个上司也出来了，上司觉得必须解决，但这个上司是同样没有已经有的准备制度来解决，他的办法就是你自己掏钱。拿权威，对你说的这个，其实有点像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那个网红的那个会议，就为什么那个人不能够提前给人家订一间房呢？他肯定还是忠于职守啊，他觉得我给你订一间房，我的老板可能会不高兴，因为这个预算谁出呢？他可能还是想的是我在做我分内的事儿。对，好多时候他处于这个职位的人，他只能想这么一点局限的事儿，他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就是说独立来解决整个事情。没有变通，也没有要求他这样子嘛。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就如果大家都觉得非得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但是呢，我想，哎，家辉，你在国外也留学，你全世界都这样吗？那现在说回香港，我有个非常相似的例子哈，所以我刚听得非常的郁闷。当时我真的应该找你来那个，你在淘宝开个新业务，帮人闹维权，对，没有，因为哎，我也不是没闹。可是我的粤语还讲得比不上你，所以没有用。我用的策略也跟你很像。雷上点，好的，我用的策略跟你蛮像的。我是买一张按摩椅去试用过嘛，好，他也是答应我3个礼拜内有，结果没有。然后每一次
跟你好像啊，搞不好同一家公司。你是买什么啊？电视哈，电视啊，我是按摩椅啊，那种什么按摩啊什么哈，然后一次又一次，每一次都说对，还在海运当中，是吧？航运当中一模一样的。香港就爱这个轮船啊，气得我爆炸。然后呢，而且有时候啊，你要不要闹有一个关键，除了你个人有没有修养以外，就是对方的态度。对吗？我那个对方的态度，他不是不礼貌，他是太礼貌，完全好像一个电话录音这样回答，不管我怎么样说，哎，不对劲啊，这样不行啊，答应了啊，这个那个，讲完了，他都再把他台词，而且用那种好像人工声音的，明明是个人，你知道吗？然后一直讲一遍。对不起，先生，我们公司的规定是不就讲一遍，好像机器声音啊，我就火了，就这种态度。然后我就直接说，我说小妹妹，你明明是人呐，怎么样你要假装机器讲话了？然后我也开始发飙了，而且骂这种事情是这样的，你刚开始有一点点不高兴，开始骂，你越骂越凶，越凶越骂，越骂自己越凶，这样哈。对，我最后把你平生的压力全部释放，大爆发。我是何等文雅的人，也跟你一样用粤语来骂，而且我的你还能用什么语？而且我的策略也一样。也是动之以情啊，说你知道吗？这按摩椅不是买给我的，买给我妈。明明我妈做脚底按摩，你知道我妈几岁吗？我妈98了，我是她生日，她 birthday 在生日啊，因为我怕你听成生日啊，98。我妈生日礼物，生日能够过时才送吗？你家里没有老人吗？假如你家有老人，有个98岁老人，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也是讲的我自己都快哭了。老人辛苦了一辈子，90岁想躺按摩椅，这张按摩椅98年来，你知道1937年日本人进讲了抗日啊，对，你见过抗日吗？我的天哪，真的讲的自己想哭了啊！是。后来什么？他当然也是假装机器的声音嘛。的政策对不起，因为我们公司又是在讲，没有用啊。后来我就去投诉消委会，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然后还是没有用。到最后就是，我真的那一阵子连睡觉都躺着，梦到我的按摩椅，对吗？所以我听到你的个案，我觉得你没成功。到最后好不容易等了2个半月哈，很好玩。他才打给我。马先生，恭喜你，按摩椅来了。我就一听，当然很高兴，可是我要压抑下来，还有调侃他同一个服务员嘛。我说现在送给我有没有用呢？我妈死了，我想让他难过一下。他上吊的心都有。哦，我说我妈死了，你知道吗？小妹妹什么？她不晓得怎么反应。我听她声音很好玩，想笑，又不是可以笑，因为真的很好笑。我明明说对不起，送给我妈生日，我妈死了已经才来。你碰见了个无情的，熬过了抗日，过了98年就欠这张椅子，好好玩，所以那个没有用，所以你